景行，明天你一定要回老宅，有些东西该洗该洗了。我爸已经去世10年，就在他忌日的前一晚，我做了个梦，梦里他反复叮嘱我，明天必须回到祖宅。爸，这是您去世后的第10年，您托梦让我回来，我做到了。你就是陆景行，这次陆氏古镇整体开发，这破房子得马上拆掉，你把合同签了吧。谁说我同意把房子卖了？你不同意也得同意，合同今天必须签。把供桌挪开，先量尺寸。这是什么？妖怪！这是麒麟血脉。这地方邪门，走，快走！我竟然在麒麟血脉的加持下，有了透视的能力。哈哈哈哈！地下竟然有一整座翡翠矿脉！我操，这麒麟血脉也太猛了！我现在竟然能一跃跳到树上。跑得这么快，古代那些武林高手的身体素质也就这样了吧？我的视力增强了这么多，站在山上甚至能看清山下的蚂蚁。我的听力竟然也增强了，这声音好像是从天上传来的，好像有个人掉下来了。姑娘，你醒醒！流氓，你干什么？这女孩，我救了她，她倒好，醒来就给我一巴掌。既然人没事，我就继续探索山脉去了。雪儿，你没事吧？刚才吓死我了。刚刚那人是谁？你还说呢？要不是那位小哥接住了你，你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命都没了。你倒好，差点给人家一巴掌。谢谢你救了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到你，当面表达感谢的。这麒麟血脉带给我这么多能力，力量、速度、听力，甚至视力也增强了。好，那我就看看这山里到底还藏着什么宝贝。这麒麟血脉改造后，我的眼连岩缝里的东西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我操，风铃兰，还是野生的！这花型，这声音，绝了！比上次在唐总办公室看到的那一株还要好。景行，这株风铃兰是我上周花了500万拍下来的，风一吹会发出声音，是真正的极品。当时一堆人跟我抢，最后还是被我拿下了。这花可真漂亮，跟您的气质特别搭。景行啊，你那个合作方案我看了，还不错，不过还差点意思，还得打磨打磨。明白，我回去就修改一下，到时候再请唐总过目。去吧。这株风铃兰比唐总那盆品相更好，声音更清脆，少说也得600万往上。唐总这个大老板就迷兰花，上次找他谈生意，连杯热茶都没混上，这次可就不一样了。回头我直接把这兰花往唐总面前一摆，让他亲眼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真正的极品。先生，您有预约吗？没有。那不好意思，唐总今天不见客。哎，先生，您不能进。唐总，上次那个陆景行又来了，说有东西想给您看。哪个陆景行？就是茂川商务的老板。没印象，就说我在忙。是。
唐总，打扰了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。野生风铃莲，这花型，这声音，我30年没见过这么正的。唐总，这是我昨天在山里发现的，知道您好这口，带来给您长长眼。这是真正的极品。陆景行，不，景行，这花你开个价，我买了。唐总，这花我不卖。来，景行，这可是正宗的母树大红袍，你快尝尝。茶不错。景行，这风铃兰我是真的喜欢，你说个数卖给我，千万别跟我客气。唐总，这花在山里长了10几年，有灵性。花还有灵性？景行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。唐总不信的话，可以凑近听听。这花竟然响了，真是神了！景行，这花成精了。唐总，他跟您投缘。我出800万买这兰花，另外未来3年刘氏集团的订单全给你，合同现在就签。唐总，那我就把花留下。不行，我得让老李、老赵他们开开眼，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极品。这花跟我有缘，老子可是800万买的，谁给多少钱都不卖。陆景行，你这风铃兰让我很有面子，我那些群里现在都炸锅了，一堆人问我这花卖不卖。说真的，我玩花草这么多年，还没这么爽过。花800万买盆花，还感觉自己赚大了。有钱人的世界，我不懂。唐总喜欢就好，我先走了。下个月再拿不出珍稀品种，植物园就要彻底资金断流了。投资人撤资，员工工资都发不出。天哪，是野生风铃兰，竟然还会唱歌！植物园开了3年，一直不温不火，花了500万引进的鬼兰，水土不排死了；300万建的智能温控系统，设备3天2头故障，这半年不知道亏了多少。要是能把这株风铃兰放到植物园里展览，绝对能引爆客流，还能拉到新的投资。唐总，跟您商量个事儿，您那株风铃兰能不能放到我的植物园里展览一段时间？租金好说，或者您开个价，我买了也行。抱歉啊，苏总，这花跟我太有缘了，给多少钱我都不卖，借也不行，这花金贵，离开我的花棚活不了。这次如果再没有镇园之宝，植物园就真的完了，3年的心血全砸了。把留给我的最后一块传家石，要不是被高利贷逼到绝途，我真不舍得动它。老板，帮我看看这块石头值多少？小伙子，你这石头皮壳太厚，色带断层，里面大概率出不了绿。这样吧，看你诚心，5万我收了，帮你止损。5万？看灵气，这块翡翠原石应该不止这个价，但我也看不懂。5万就5万吧。等一下，先别卖。是你？这原石蟒带传身，松花密集，打灯有水头，至少冰种起步。你5万就想收？市场上这种品相的原石，50万都抢破头。喂，小姑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这店开了20年，
向来童叟无欺。童叟无欺？这条街上的玉石坊什么德行，我比你清楚。你还记得我吗？你是？3天前在山上，要不是你接住我，我早就没命了。我还差点误伤了你。原来是你，那天在山里灰头土脸的，今天这么精致，难怪我没认出来。那天是我太莽撞了，一直想当面道谢，托人打听你的消息。今天我来卖一点翡翠首饰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。这老板在压你的价，这原始蟒带传神松花秘籍，打灯有水头，至少冰种起步，市场上这种品相50万都有人抢着要。小姑娘，不懂就别乱插嘴。我这店开了10几年，向来明码标价。明码标价？高批种的原石你5万就想收，这叫明码标价？我不收了，不收了！你们俩是来捣乱的吧？快走！我知道一家，就是位置有点偏。偏没事，只要价格公道。小张，冲水！老板您快来看，这窗口。好家伙，蟒带传身松花秘籍，透水。开窗这位置，高冰种起步，弄不好能切出玻璃种。这石头是极品啊！种水如何？你看这光晕，2指宽的水头，肉质细腻无棉，正宗高冰种，杨绿飘花，重量2公斤，品相极佳。这窗口开的值。陆先生，这石头您打算出吗？按今天市场行情，回收价80万。刚才那老板够黑的，高冰种说成废料，差一点就让他坑了75万。我也没想到那家店会这么黑。本来我也是去卖块翡翠周转的，看他店面大，就想图个方便。今天要不是你，我也差点栽进去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救过我的命，这点小事算什么？老板，80万已经打到您卡上了，您查收一下。陆景行，上次的事我一直想正式谢你，能不能请你吃顿饭？最近事情多，改天吧。那加个微信，等你有空了，我随时请你。加了，我先走了。路上小心。之前为了保住祖屋，借了高利贷200万利滚利，每个月的利息都压得人喘不过气。高利贷一次次还清，无债一身轻了，这感觉太爽了。爸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儿子敬您一杯，庆祝儿子彻底翻身。唐总，这风铃兰比视频里看到的还要惊艳。唐总，跟陆景行陆总的合同已经拟好了，我这就给他送过去。陆总，陆景行？对啊，陆景行，这株风铃兰就是他卖给老子的，极品中的极品，我那些老朋友们都羡慕疯了。那株风铃兰竟然是他的！如果能有一株像唐总那样的风铃兰，植物园说不定就能起死回生了。卖掉那些翡翠首饰之后，我身上就剩100多万了。过几天还要给员工发工资，把现在住的房子抵押出去，应该能凑出800万。苏雪儿她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喂，苏小姐。陆景行，我想问你个事儿，你卖给唐总那株风铃兰还有没有？怎么，你也想买？能跟唐总那株一样会唱歌就行，品相稍差一些也没关系，我也可以出到800万。你花这么多钱买株花做什么？我的植物园没什么生意，要是有唐总那种会唱歌的风铃兰，再找几个博主过来拍视频，说不定能吸引游客过来。苏雪儿都沦落到去卖翡翠首饰了，估计手头也不宽裕。今天要不是她，我在那家黑心玉石坊得被坑75万。算了，还是帮她一回吧。苏小姐，如果你只是为了吸引客流的话，我这边有些含羞草，也可以满足你的需求。含羞草？对，感谢你今天帮我避雷那家黑心玉石坊，友情价100块一盆。你要的话，明天就能给你送过去。普通含羞草没什么用吧？我还是想要唐总那种会唱歌的。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用含羞草就好。你现在资金应该也不宽裕吧？没必要花800万买风铃兰。回头你把地址发我，明天早上10点我给你送过去。那好吧，就几盆含羞草，
真的能让植物园起死回生吗？老板，这含羞草怎么卖？早上刚到的新货，盆装含羞草，12一盆，8块一盆好了，这一架子我全要了。没问题，大家都是爽快人。这是我今天第一单生意，就当开门红了，正好50盆都给你。含羞草的养护技巧。各位含羞草兄弟都好好长，我想你们也不想被扔了吧？很好，看来大家都听懂了。待会儿我把你们送植物园去打工，都给我好好表现。干得好，我就还给你们灌输麒麟之力；表现差的，直接进垃圾桶。我陆景行说话算话。哼，被麒麟之力滋养开了灵智，就是不一样。好好干，苏老板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家里给了你5000万创业，你就搞了这么个东西，一天几百个游客，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吧？不如听家里安排，去跟何家联姻，好歹还能给家族创造价值。苏小姐，你要的含羞草我给你拿过来了，放哪个温室里？含羞草？苏雪儿，我说你脑子没毛病吧？你这到底是植物园还是杂草摊儿？难怪5000万下去连个水花都没有，你可真是个废物。要不你再整点狗尾巴草呗，还能顺便搞个草坪呢。这位小姐，你可真是个天才。下午给你整点狗尾巴草过来，不要钱，就当我送你的。另外这里一共是50盆含羞草，按之前说的8块一盆，正好算400。支付宝还是微信？苏总是不是被人骗了？这不就是路边含羞草吗？跟花坛里长得有什么区别？听说下午还要放点狗尾巴草呢。搞不懂这么显眼的位置放含羞草和狗尾巴草，这是打算转型公园草坪吗？算了，能干一天是一天，咱们打工的费那么多关心这干嘛？我没看错吧？这些含羞草竟然会发光唱歌！老公，你快过来看，这边有含羞草成精了！真的会发光，我想快下来发抖音。兄弟，帮忙把这筐狗尾巴草一起摆上去。阿杰娜那边也不容易，忙完这段去看看他。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，位于本市植物园出现罕见奇观，园内植物疑似产生特殊变异现象，引发市民广泛关注。专家提醒，此类现象极为罕见，建议市民理性参观。观众朋友们，我现在就在植物园的温室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身后的含羞草正在唱歌，而旁边的狗尾巴草则在随风起舞，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植物的认知。我现在在植物园正门口，可以看到身后排队购票的队伍已经蔓延数百米。据园区工作人员透露，今日预约量已突破3万人次。姑娘，给我来3张票。那个会跳舞的狗尾巴草今天还在吧？我孙子在电视上看到了，非要来看。在的，您放心。上午是含羞草唱歌，下午是狗尾巴草随风起舞，全天都有表演。苏雪儿的破植物园本来马上就要倒闭了，没想到竟然靠几盆杂草就翻身了。何总，我调查过了。这些变异植物是苏小姐从一个名叫陆景行的年轻人手里买来的。另外，我们想开发的古镇那块地也是陆家的。既然他不识抬举，那就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是，找人去拜访一下这位陆老板，告诉他，在江北，跟我何书阳作对的人，不会有好下场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只有植物园倒闭，苏雪儿才会乖乖跟我联姻。陆景行，你休想碍着我的路。给我砸！把这儿砸个稀巴烂！你们是谁派来的人？竟然敢来植物园闹事！哼，我不怕告诉你，在本市，何家既然觉得这个植物园碍眼，这植物园就一定开不下去。何家？之前要拆我家祖宅的也是何家。
这小子是练家子！就凭你们，也敢来找事？你们竟然敢当众闹事，都跟我回去接受调查！请进。陆景行，你怎么来了？刚才在植物园有几个混混闹事，被我解决了。肯定是何书阳干的。何书阳是谁？何氏集团继承人。3年前我从家里拿了5000万创业，当时立下了一个赌约，要是这笔钱全部亏完，我就得接受家里的安排，跟何家联姻。钱要是亏完了，你不会真打算嫁给他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早就想好了，这笔钱要是亏完了，我就随便找个人嫁了，到时候结婚证一领，生米煮成熟饭，谁都拿我没办法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你这个随便是有多随便？路上随便拉个人吗？那也没那么随便，总得找个好看点的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我事先声明啊，我可不是那么随便的人。我找头猪都不找你。老板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网上有人做了个打假视频，说咱们植物园里的含羞草和狗尾巴草都是假的。最近这个植物园在网上火得一塌糊涂，说什么含羞草会唱歌，狗尾巴草会跳舞，但是我今天就要把这个骗局给大家扒干净。大家看这个解剖图，含羞草的叶品结构只是简单的感震运动，说白了就是个机械开关。你去路边随便买2盆含羞草回来，它们除了被碰了缩叶子，还会什么？看到了吗？这才是含羞草的真实水平。这植物园的含羞草和普通的差距这么大，只有一种解释：植物园的含羞草根本就是用了隐藏音响和微响马达的道具。大家看，这显然是金属反光，这跳舞动作也太整齐了，明显是程序设定好的。这些植物盆底一定都藏着微型音响和马达，这不是欺诈是什么？肯定是何书阳干的。植物园刚有起色，他就坐不住了，先是找人砸植物园，再在网上造谣抹黑我们。这个何书阳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何氏集团是江北排得上号的大集团，最近拿下了古镇整体开发项目，又在滇南盘下了一个大型翡翠矿，股价连涨10天，市值已经破1000亿了。大集团，那可就有意思了。不对，这声音不是风吹叶片的摩擦声，是有纪律感的主动发声。普通植物不可能有这个能力。音响放的吧？暂时不清楚。如果这群植物的能力是真的，那很可能是植物界的重大发现啊！你去联系一下这个植物园，看能不能买1盆活体样本回来供我们研究。我现在就去。唐总，小陆，你是不是得罪何家人了？何家？唐总，您指的是？何书阳，刚才何家的人放话出来，说要封杀你茂川商务，还要断你所有合作渠道。要不是我正好在场，听到风声，你现在还蒙在鼓里。一点小事，我自己会解决。小陆，你可别不当回事。何书阳那我暂时糊弄过去了，但你千万小心，何书阳那小子是个狠角色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多谢唐总提醒，我心里有数。有数就好，有数就好。总之，你最近低调点，有事随时找我。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唐总打电话来问候一下。你骗不了我，是不是何书阳？他对你下手了？何家放话，要封杀我的公司。都怪我，要不是为了帮你，你也不会得罪何书阳。他这个人睚眦必报，在江北势力很大。你雪儿，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就算没有你，何家要强拆我陆家的祖宅，这笔账迟早也要算。喂，陆总，出大事了！
刚才3家合作方同时打来电话，说要跟我们解除合约。另外，银行那边也传来消息，我们申请的贷款被驳回了。他们有没有说原因？我问了，他们都说是被上面打了招呼，不敢继续跟咱们合作。这明显是有人在背后搞鬼啊！别慌，先把公司目前的现金流和合同要账整理出来，我马上回去。好的，陆总，我这就去办。是不是情况很严重？几家公司同时解约，贷款也被卡了。这个何舒阳动作竟然这么快！我得马上回公司。植物园这边你多盯着点儿。何舒阳既然出手了，就不会只冲着我来。陆景行，你帮了我这么多，这次我不会袖手旁观。我手里还有一些人脉和资源，雪儿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何舒阳这次是冲着我来的，你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。你保护好自己，就是对我最好的帮忙。陆景行，你可千万别出事。你若是敢动他，我就算拼尽一切，也绝不会让你得逞。陆总，您可算回来了。仓库那边什么情况？咱们那批海鲜原本凌晨就已经全部打包装车，准备发往华创和鼎新的冷链仓，结果早上突然来了几辆执法车，说是接到举报，怀疑我们的手续有问题，直接把仓库给查封了。举报？对，而且他们连已经装车的货都扣下了，现在整个仓库里外都贴着封条，一车货都运不出去。陆总，咱们公司上个月的流动资金全部压在了这批海鲜里，本来指着今天回款，现在货被扣了，款回不来，账上只剩不到20万。华创、鼎新、恒远3家公司，刚才不仅解约，还反过来要我们赔违约金，银行那边也卡死了贷款。陆总，海鲜保质期就2-3天，要是明天还找不到买家，这批货全得烂在仓库里。到时候公司就完了。我知道大家现在心里慌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这批海鲜不会有问题，公司也不会倒。给我3天时间，我会把事情解决，把资金链续上。可是何家那边，何舒阳封得住仓库，封不住我的路。你们跟着我陆景行走到今天，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失望过？陆总，我们信你。对，我们都信你。小张，去把仓库查封的文书复印一份给我。小李，整理一份完整的合格证明和报关单。其他人该干什么干什么。散会。这就是茂川商务，我还以为多大的地方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原本以为你陆景行有多大本事，敢跟我何家叫板。今天一见，原来也不过就是开了个小破公司，做点破海鲜生意。现在跪下认个错，离苏雪儿远一点，我或许还能放你一马。否则，你这破公司，连明天早上的太阳都见不到。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。我陆景行从那天祖宅里走出来那天起，就没打算向任何人低头。想要我下跪，凭你还不配。陆总说的对，对，我们都支持陆总。陆总，我们永远跟您干。对，公司是我们大家一起拼出来的，凭什么让外人说了算？好，有你们这句话，我陆景行今天把话撂在这儿。从今天起，所有人工资翻倍，公司绝不会倒闭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一个兄弟掉队。陆总万岁！陆总万岁！很好，陆景行，咱们走着瞧，我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。去，给我安排。既然他陆景行敬酒不支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何总，您的意思是，他的员工不是相信他吗？我要让他们明白，跟我作对的代价他承受不起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办。江北这边你继续盯着，明天我要飞滇南一趟，那边的翡翠矿后天正式开工。何总，我听说这座翡翠矿不一般啊。当然，这座矿脉是华夏最大的单体翡翠矿，踏明原石储量500万吨往上，
高冰种占比保底40%，只要开采成功，我何家将一跃成为华夏第1大家族。何总高瞻远瞩，集团跟着您，肯定再上一个台阶。陆景行，等到我办完正事，再来看你是怎么身败名裂的。观众朋友们，我现在就在苏雪儿植物园现场。之前有人怀疑这里的植物造假，今天我给大家实锤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植物园的神奇植物，叶子一掰就断，里面全是塑料和铁丝，证据确凿，这就是赤裸裸的欺诈。我已经向监管部门实名举报，要求立即查封这家黑心植物园。退钱，骗子！180就看塑料模型，退票！砸了这个黑店！陆景行，网上全在声讨植物园，刚才半个小时退了2万多张票，门口游客堵得水泄不通。让他们闹。还有人打电话要投诉到监管部门，让我们关门。你怎么还这么淡定？再这样下去，植物园明天就得倒闭。他们现在闹得有多狠，以后脸就会被打得有多惨。陆总，喂，王姐的儿子放学路上被车撞了，现在还在医院抢救。李哥的老母亲在家被人打了一顿，窗户全被砸碎了。还有张主管的妹妹下班被人堵在巷子里，吓得精神失常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一下午接连出事，就今天下午。陆总，这绝对不是巧合，肯定是何书阳派人干的。我知道了，通知所有员工，今晚开始，家属全部集中到安全点，24小时轮班保护，费用公司出。何书阳开始对我身边的人下手了。这就是何家的翡翠矿。何书阳，既然你敢用阴狠手段迫害我员工的家人，我就毁了你引以为傲的翡翠矿脉。果然是极品的翡翠矿，怪不得何书阳这么狂。如果真让他开采成功，他何家估计真要一飞冲天了。不过现在这些翡翠都得便宜我了。满矿极品翡翠全都变成普通石头。何书阳，这份我送上的大礼，你可要收好了。观众朋友们，我现在就在何氏集团滇南翡翠矿的开工仪式现场。据专家评估，这是华夏最大的单体翡翠矿，探明储量500万吨。何书阳先生亲自出席，可见对此矿的重视。业内预测，这座矿将彻底改变华夏翡翠市场的格局。欢迎大家先来见证我何家翡翠矿的开工仪式。今天将是何氏集团历史性的一天。现在我宣布，开工仪式正式开始。切割完成了。何总，可能只是运气不好，正好第一块切到了废料，咱们再切一块试试。对，就这一块，再切，给我再切一块。这翡翠矿不是号称500万吨翡翠储量吗？怎么一块也开不出来啊？
再切，继续切！何总，不好了！矿洞里刚运出来的10几车石头，全切开了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你说什么？整个矿里根本找不到一颗翡翠，全都是普通石头。何总，请问您对矿脉变废石有什么看法？何氏集团是否涉嫌虚假宣传？500万吨储量，4成高冰种，这些数据是否造假？请问何氏集团将如何面对投资者？何总，有传言说您为了炒高股价虚构了矿脉数据，这是真的吗？何总，公司股价跌停了。退钱！什么唱歌跳舞的植物，全是骗人的，就是普通的含羞草和狗尾巴草。老子花180就看个这，黑心商家！大家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植物园的真相，用塑料模型和隐藏音响欺骗消费者。现在证据确凿，要求赔偿精神损失。赔偿，必须赔偿，赔偿！网上那个打假视频发酵了，现在所有人都相信植物是假的。苏总，请问您对于用假植物欺骗消费者有什么想说的？您打算赔偿游客多少精神损失费？谁告诉你们植物是假的？骗子退钱！骗子退钱！骗子退钱！家人们看好了，这就是黑心植物园的嘴脸！骗子退钱！这植物园竟然用塑料模型骗我们！今天必须让他退钱赔偿，关门大吉！退钱！什么唱歌跳舞，全是马达和音响！等等，这盆含羞草是假的。苏总，你终于肯承认了，你们就是用这种假货骗钱的。不，我们植物园里的含羞草是真的，但是这盆是被人调帮的假货。你们看清楚了，去温室端一盆含羞草出来。含羞草最大的特势是什么？一碰就闭合。真的闭合了。这盆是真植物，有根、有土、有生命。但光证明它是真植物还不够，我要证明它唱歌靠的不是马达和音响。打开屏蔽器，切断方圆20米内所有电子信号。现在箱子里没有电源，没有马达，没有音响。如果它还能唱歌，是不是就能证明它是活的？他真的在回应歌声。我是华夏植物科学研究院陈新平，这报告是昨晚我连夜做的。这不是塑料，不是道具，这是自然进化产生的全新变异物种。它们体内发现了一种未知的生物荧光酶，能让植物在应激状态下产生亚电效应，所以它们真的会唱歌。太神奇了！苏小姐，这项发现足以登上国际期刊封面。你守护的不是一家植物园，是植物学界的未来。我重新买票，我要进去看。苏总，这草卖吗？我出10万。不卖，但你可以来听他唱歌。我承诺，植物园的票价永远不涨价。陈教授，陆先生，有个急事，今年全国灵芝培育师锦标赛定在咱们这儿举办，之前5届冠军全被江南省的李鹤年包揽。组委会看过植物园的视频，想邀请你代表本省参赛。你培育出的变异植物连我院都检测不出原理，只要拿出一株真正的疾病，冠军稳拿。这是为省争光的事，你可一定要答应。为省争光，有点意思。好，就是这里了，灵气最浓的方向。
麒麟血脉果然好用，我连石头缝里的灵气都看得一清二楚。野生铁皮石斛，长这么大，少说有30年，拿回去肥育，药剂能翻几倍。随便一株就能让李鹤言直接认输。九叶剑草，还有冰破兰，这随便一株拿出去，整个世界都要疯狂。这地方比翡翠矿珍贵100倍，可惜带不走太多，得想办法把这片区域买下来，或者建一个自己的灵植基地。谁啊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凌晨刚落地，顺路过来。九叶剑草，还有冰破兰，滇南深山里采的，运气好碰上了。这种品相拿出去拍卖，少说8位数起步。灵芝培育师锦标赛下周开赛，这些是我要带上赛场的，放你这儿，你帮我养着，比放我那个漏雨的公寓强。你明知道植物园现在账上连工资都快发不出，还把这些宝贝送过来，是怕我撑不下去？赢了比赛，奖金你抽30%，就当托管费。阿杰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但最近我忙于生意，已经很久没联系了。景行，我妈在医院，明天再不小费就得停药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德贵，医生说明天再不缴费，后天就做不了手术了。舅舅，3年前我家借给你的20万，你说好了今年还。那也是你爸自愿给的，一家人谈什么借？德贵，姐求你了，那是你姐夫的救命钱啊！你这是干什么？让人看见了，还以为我们欺负你呢。这样吧，这5000块你先拿着。我们家当年是怎么帮你们的？你们忘了？那是你们自己愿意的。现在时代不同了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。昨天在外婆寿宴上，我都跪下来求我舅舅了，求他把那40万还给我，给我爸交手术费。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。外婆更狠，抄起门边的扫帚，就把我往外赶，说我是白眼狼，是讨债鬼。别说了，以后跟我干，我出钱，你出人，新公司股份1人1半，白纸黑字写进合同。50%？太多了，我现在连1分钱都拿不出来，哪能拿这么多股份？别废话，当年我创业赔的底掉，是你把全部积蓄20万塞给我，连欠条都没让我打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信不信我？信。那就干，你放心，跟着我混。王德贵那点破事儿，我迟早给你讨回来。昨天寿宴闹成那样，阿杰后面还会回工地吗？这几天他不在，几个老客户来谈事，一问阿杰不在，扭头就走，你就一点不着急？他爸还躺在 ICU 里，后天就要动手术，他现在正是最缺钱的时候。离了工地，一家人喝西北风去。他那手预算和图纸的本事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真出去找，工资比你这高的也不是没有。阿杰跟他那个爹一个德行，天生的窝囊废。就算有人开高薪挖他，他也不敢走。昨天骂他，他连嘴都不敢还一声。就那种性子，能翻出什么风浪？再说了，他那40万的分红还在我手里捏着呢。他要是敢跳槽，他这40万彻底没了。他不得跟条狗一样爬回来求我？你放心，我早就把他拿捏死了。老公，还是你厉害，我刚才还瞎操心呢，原来你早把他攥在手心里了，根本翻不出你的五指山。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，他明天就得乖乖滚回工地上班。我给你转了1万，你明天就回工地吧。医院那边有你妈守着就够了。你现在当务之急是多挣钱，挣到钱了才能拿分红救你爸呀。王德贵转了1万，让我明天回去上班。1万块就想买你回去继续当牛做马？老陆，王德贵的工地在城东开发区，干了8年，客户基本都是我维护的。那咱们的公司就注册在他工地对面。王德贵这8年接的单子、维护的客户，哪一样不是阿杰熬夜画图、跑现场跑出来的？阿杰一走，那些客户慢慢就会发现，图纸变了，工地乱了。看房啊？对面德贵建筑，你熟吗？熟啊，那片开发区谁不熟？他们技术骨干好像刚走，这几天听说乱得很。这店我要了，按你说的价格，今天签合同。老陆，我这条命跟你干了，不是跟我干，是咱们一起干，让王德贵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建筑公司。从今天开始，
你就是给自己打工了，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。老陆，我一定好好干，绝不让你的钱打水漂。陆老弟，恭喜恭喜！我看到你朋友圈说今天开业，特意带几个朋友过来给你捧捧场。我这些朋友都是地产圈的老总，他们要是认可你们的技术，后面你这公司可不缺单子。唐总放心，我们的工程师是行业顶尖的，图纸和现场管理都是一流。那就好，先把你们最好的方案拿出来，不用担心我们看不懂。德贵，对面好像开了家新公司，今天开业来了好多老板。开就开呗，反正过不了多久就会倒闭。不是啊，这几天好几个老客户打电话来说，以后图纸直接找阿杰，不找咱们了。阿杰是不是真不回来了？什么？他还没回来？我那天还给他转了1万。没有啊，他都已经1周没来了。岂有此理！我这就给他打电话。把这批图纸送到唐总他们那边，让他们过目。这中庭的四水归堂布局跟我老家祖宅一模一样，我父亲生前最得意的风水设计就是这个。他走了10年，我再没见过这么懂行的图纸。这采光模拟和雨水回收系统完全是国际顶尖水准。阿杰，你这手艺哪里练出来的？跟师傅在工地干了10年，图纸和现场一笔一画磨出来，难怪技术过硬，还懂古法营造。现在这种人才打着灯笼都难找。赵总，您重点看看这生态循环部分，绝对不会让您失望。绝了！这生态循环的精细度，比我见过的德国著名设计师的方案还好。这方案太绝了！陆总，我们西城的文旅项目直接给你们做，预算2个亿。老王，西城那个项目体量太大，他们团队吃得下吗？德贵，出大事了！宏达地产刚打电话来，说以后图纸直接找阿杰，不找咱们了。还有李总、张总，都说对面方案更专业。慌什么？阿杰什么性子我还不清楚，窝囊废一个，撑不过3天就得回来求我。可对面今天来了好多大老板，豪车停了一排。陆总，我先投5000万，就一个要求，给我留一个专属项目组，让阿杰亲自带队。我也投5000万，我公司就在对接，以后有项目就往你们这儿送，把你们当长期合作方。感谢各位老板的抬爱，目前公司场地有限，团队刚组建，确实满足不了这个需求。这还不简单，隔壁那栋5星写字楼直接给他盘下来，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他肯定是装的，你等着，我现在给他打电话，让他知道谁才是他的饭碗。哎，唐总、赵总，你们俩这啥意思？阿杰总共就1个，你们把项目全包了，剩下我们怎么分？就是不带你们这么抢的啊！陆总，隔壁那栋5星写字楼的业主刘总，我刚好认识，昨天一起打球，他说那栋楼想整体转让，报价5000万。5000万，那地段算是白菜价了。你们啊，是赚钱太容易了。陆老弟公司才刚开张，5000万可不是小数目，而且整栋写字楼的运营、物业、维护、招商风险不小，这算什么麻烦？我直接追加2000万，占股比例不变，给我留2层当总部就行。咱们在座这几位，一人凑个1000万，5000万不就出来了？盘下隔壁，轻轻松松。公司才注册3天，怎么就要买5星写字楼了？2000万我已经安排财务打回去了，合同回头补。我的1000万也到账了，你查收一下。你要真有想法，我现在就约刘总帮你压价，说不定4000-5万能拿下。运营方面不用担心，王总名下有好几家5星写字楼和酒店，遍布全国。有什么不懂的，随时问他。陆老弟，既然钱的问题解决了，我觉得你可以认真考虑，这确实是个机会。哈哈哈，唐总说的对，我们这帮人眼光刁得很，什么项目没见过？你这公司绝对能火爆整个江北。既然各位老板这么支持，那我就不推辞了。等我把隔壁写字楼买下来，给各位一人留一个专属楼层。阿杰，你昨晚不会又睡公司了吧？打印机坏了，让行政报就行。你现在是总工程师，不是工地小工。习惯了，闲着也是闲着。这机器就是卡敏，2分钟的事儿。阿姨那边怎么样？叔叔手术后的护工请了吗？请了，我妈非说不用，我硬给雇的。就是现在住的那出租屋离医院太远，每天来回折腾。这张卡里有300万，密码是你生日。今天别来公司了，带阿姨和嫂子去看房，就医院旁边那个仁安府，2手精装，拎包入住。
老陆，你帮我爸垫了手术费，又给我公司股份，这钱我说什么都不能再要了。当年我做生意赔的底掉，是你把全部积蓄20万塞给我，连欠条都没打。现在叔叔需要静养，阿姨年纪大了，你总不能让他们再挤在城中村的隔断间里吧？那算我借的。借什么借？古镇改造项目的手笔设计费下周到账，这钱从你分红里预支，你以为我白给你？利息高着呢。老陆，行了，大男人别磨叽。对了，顺便给你看样东西，唐总那5000万，赵总那5000万，还有王总、钱总投的钱，已经全部到账。公司还没正式开业，账上就已经有2个亿的现金流了。老陆，我跟着王德贵干了10年，接手的项目加起来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啊！这才哪儿到哪儿，等我们把隔壁写字头盘下来，把灵芝培育基地建起来，这些钱也就是起步。我当年就看出你小子不是池中之物。王德贵，欠我的80万什么时候还？今天再不还钱，咱们法院见！大哥，再宽限几天就几天。德贵，阿杰那白眼狼已经签了赵总2亿的单子，咱们账上连下个月工资都发不出来，那些债主天天堵门。阿杰、陆景行，既然他们不给我活路，那就别怪我做得太绝。对面那栋写字楼不是刚盘下来在装修吗？只要在他们关键装修材料上做点手脚，装修验收肯定过不了，到时候他们的开业计划就泡汤了。把这批劣质水泥和正品调包，外观一模一样，验收的时候根本看不出来。等材料抽检的时候，粘结强度和逼号肯定不达标，到时候他们的装修证就批不下来。王哥，这要是被发现了，发现了也是陆景行背锅，他买的楼，他装修的，关我什么事儿？给我换！有人在新公司动手脚。王德怪，原来是你，你倒是会挑地方。小子，你是谁？你别过来啊！劣质水泥，王德贵，你倒是专业。这要是真换了，装修验收肯定过不了，公司的开业计划就要被你们拖垮。王德贵，我告诉你，你的这种下三滥手段，伤害不了我分毫。阿杰，店里出了点事，你来一趟，顺便把公司的律师和工程监理都叫上。3楼的水泥需要全部重新检测更换。听说昨天晚上有人潜入写字楼，把水泥给偷换了，还好发现的早。哪个缺德的？这种商业竞争太没底线了。听说是对面那家德贵建筑的老板干的，人已经抓到了。还真是他呀，亏我以前还找他装修过房子。王德贵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种事你都干得出来？反正我的公司黄了，你跟陆景行也别想好活。我只恨当时没有再多换几袋，让你们验收彻底泡汤。你不会觉得换几袋水泥我就没法翻身了吧？阿杰，韩夏这家新公司应该已经把你掏空了吧？我要是让你这写字楼装修验收不过，你和这个穷鬼难道还能翻身吗？来，你过来。王德贵，来，大声念出来。陆氏开发集团总部，这不可能，这可是5星级写字楼，你们怎么可能买得起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昨天我已经和刘总签完合同，付了5000万，现在这栋大楼已经是我和阿杰的了，真是活该。王德贵这辈子算是完了，他老婆刚才还在闹，说要把公司卖了抵债，这种人活该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走到如今这一步，都是他自找的。走，带你去新总部看看。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的，就没提前跟你说。你真把这里买下来了？是我们把这里买下来了。老陆，公司那5成股份我拿着都心慌，回家你嫂子都得骂死我。他昨天还在说景恒帮咱们太多，你要是再占人家便宜，就别进家门了。没有你的图纸和现场管理，这么大的项目，我可没信心撑下来。总之，哪怕是你跟我翻脸，这股份我也一定要退，那就20%的股份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陆氏集团的首席工程师兼股东。你要相信自己，你给这座集团带来的价值，绝对会远超这20%股份。我带你熟悉一下总部环境。总部有6层，1楼是大厅，2楼到6楼是办公区，顶层是我的办公室和观景台。这工程部比我们之前整个公司还大，而且设备很齐全，3维建模仪、工程打印机，甚至连材料实验室都有。
集团的管理我会找职业经理人来打理，你的主要工作就是工程设计和现场管理这块。未来项目会越来越多，所以你要尽快带一批徒弟出来。管理这块我不懂，但是在工程这1亩3分地，我还是有信心的。阿杰，你这个白眼狼，是不是要把这个家弄散？德贵可是你亲舅舅，你怎么下得了手？杰哥，你发达了就翻脸不认人。当初要不是我爸收留你，你现在还在乡下种地。就是，我们供你吃供你住，手把手教你手艺，你现在反过来咬他一口，良心被狗吃了。爸说的对，这阿杰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自己跑出去单干不说，现在还要把亲舅舅送进监狱。让开！我今天非要让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给个说法，大家来看看，这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阿杰，你王德贵要是出了事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杰总，需要清场吗？杰什么？你叫他什么？阿杰总是我们集团的第2大股东兼首席工程师。股东？这怎么可能？阿杰，你什么时候成大老板了？杰哥，杰总，我爸是一时糊涂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他这一回，我们全家给您做牛做马。阿杰啊，舅妈知道你心善，你王德贵可是你亲舅舅啊，他进了炼狱，我们家就完了。你放过他，舅妈以后天天给你烧香拜佛。舅妈，王德不在城中里动手脚，会害死几百号人，这已经严重犯法了，不是我不追究就能撤案的。怎么会这样？阿杰，你小时候舅妈还抱过你，给你煮过鸡蛋，你都忘了吗？杰总，求您了，您跟治安员说句话，我爸就能出来，以后我们全家都听您的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。赶出去吧，继续闹就报执法队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明明就是个工地画图的。我要回滇南一趟。出什么事了？全国灵芝培育师锦标赛下周开幕，陈教授向组委会推荐了我，我得去山里找些参赛的植物。你要参赛？江南的李鹤年已经连续5届夺冠了，你有把握？哼，我什么时候做过没把握的事？也是，你向来自信。不过滇南那片山地形险峻，你小心点。放心，5天之内我一定回来。我得找到一株能打败李鹤年的参赛植物才行。麒麟血脉感受到，这片山林里有特别的植物灵气。野生剑兰，但品相还不够。锦标赛上这种水平，连初审都过不了。这花品相倒是不错，可惜年份太小。剑兰的气息，但灵气浓度，红芽剑兰，但又不完全是。这金色纹路，跟我的麒麟图腾倒是有点相似。他在回应我。太好了，这株麒麟兰有这么充沛的灵气，这下比赛有着落了。陈教授，陆先生，初审截止就剩2天了，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我找到了一株红芽剑兰。红芽剑兰，这品种太普通了。李鹤岩的猪血是8年新血，你这株能行吗？陈教授，您放心，这株红芽剑兰不是普通品种。真的？比赛当天您就明白了。好，有魄力。江北能不能打破江南5年的垄断，就看你了。我一定拿下冠军。
景行，今天到场的全是业界顶尖人物，组委会那几位评审眼光刁得很，你可千万别紧张。是江南省代表队的朱雪，李鹤年先生来了。想必这位就是陈教授大力推荐的那位陆什么来着？鹤年，这是陆景行，今年江北省的代表，也是本次锦标赛的东道主选手。哼，东道主，我当是什么天才人物，原来就是个毛头小子。陈教授，你们江北省是真的没人了吗？派这么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来凑数？李先生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陆景行是凭实力拿到推荐名额的。哼，实力？我听说他之前靠几盆狗尾巴草在网上骗了不少流量，怎么，以为灵芝培育大赛也是靠哗众取宠就能赢的？没想到李老师蝉联5届冠军，胡说八道的功夫倒是比培育功夫更厉害。牙尖嘴利，小子，我今天就教教你什么叫规矩。在这行，没有真才实学，就算你是东道主，也照样给我第一轮滚炭。到时候当着全国媒体的面输得一败涂大，丢的可是你们整个江北灵芝界的脸，那场面想想就让我觉得浑身舒服。年轻人，我劝你早点弃权，还能留点体面，否则等评审结果出来，你可就成了江北的罪人。李鹤年，李先生，您说的对，赛场确实见真章。不过有一句话你说错了，这一次江北不会输，我会打败你。哈哈哈，好，很好，我等着看你怎么打败我。哈哈哈哈哈！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才是优秀的灵芝。我花费了8年心血，我的朱雪今日必夺第6冠。景行，他那个朱雪看起来确实不凡。放心，这一株剑兰不会让我们失望。全国灵芝培育师锦标赛首轮品鉴现在开始，有请江南省代表李鹤年先生。好，花瓣凝霜，花形如雪，这朱雪养了8年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香气清冽，入鼻提神。更难得的是这花自带寒气，盛夏置于室内竟能降温，这是真正的极品。江南李鹤年，朱雪，评审一致判定甲等上品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实力。你现在跪下认输还来得及。有请江北省代表陆景行。红牙剑兰，这品种市场上几10块一盆，你拿来参赛？叶片倒是厚实，但这金色纹路像是营养不良的黄斑。果然，拿一盆破草就是江北的水平了。哪儿来的一阵香气？你们看，这花苞在动。这香气好特别，只是闻一下，我多年的鼻塞竟然通了。不可能，这花里一定是用了药。李先生，所有参赛灵驾入场前都经过严格检测，严禁任何化学药剂。陆景行的红牙剑兰，评审一致判定甲等极品。李老师，现在丢脸的人是谁啊？景行，你太厉害了！那花突然开花的时候，评审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景行，你小子藏得深啊！这红牙剑兰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滇南深山里采的，运气好碰上了。不管从哪儿弄的，你这一局，直接把李鹤宁那5年的威风打掉了半截。你刚才是不是做了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不过是这兰花争气罢了。老师，那小子那盆红牙剑兰邪门得很，要不要我去查一下他的底？查什么查？这只是首轮比赛而已，决赛是灵芝对决，双方各出一株现场培育，限时3个时辰，到时候他总不能再拿一盆现成的来蒙事。老师说的对，他这么年轻，
培育技术肯定比不上老师。这冠军最终一定是我的。下一轮是灵职对决，现场培育，你有准备吗？没有。什么？你没准备？现场培育比的是对灵职的理解和临场应变，提前准备反而束手束脚。李鹤年可是蝉联5届的冠军，现场培育是他的强项。陆先生，请前往决赛区。本次决赛规则，双方从组委会提供的灵芝池中各选1株，限时3个时辰培育，最终以成品相向评定胜负，不得自带任何材料。走吧，去看看有什么好东西。决赛规则：双方各选1株，限时3个时辰，可用组委会提供的培育土、营养液及工具，不得自带任何材料。现在，请双方选材。就这个，虽然根系受损，但这是正宗的猪血旁枝，我有把握3个时辰内让它开花。那小子在干什么？那株是上周从滇南运来的废料，被雷劈过，早就死了。看来他是自暴自弃了。这雷击木有点意思。装神弄鬼，3个时辰，他做1个时辰，剩下的时间够干什么？依我看，胜负已分。李鹤年的手法确实老道，这株本来根系受损，现在竟然活了7、8成，还抽了新叶。你们看，那雷击树竟然发芽了！不可能，那明明是死物。这是传说中的金雷木，古籍记载，遭天雷而不死者，可运生机，100年一遇，灵气浓郁，生机勃发。更难得的是这金戈之音，闻之振奋精神。时间到，请双方展示成果。李鹤年，现场培育技艺精湛，兰草复苏开花，甲等上品。金雷木，我从业40年，只在古籍插图中见过，今日见到活物。甲等不，超甲等。本届全国灵芝培育师锦标赛冠军，江北省陆景行。李老师，承让了。你怎么做到的？那株枯枝明明都死了。运气好，他其实没死透。景行，你小子不对劲，金雷木100年一遇，你随手就从废料堆里挑出来了。陈教授，我在山里采药多年，眼光毒，那枯枝底部有暗纹，是生机未绝的征兆。哈哈，不管你怎么做到的，你现在是全国冠军，江北灵芝界扬眉吐气了。景行，你刚才培育的时候，额头好像有光。你看错了，帮我把奖杯拿好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全国灵芝培育师锦标赛冠军陆景行，据悉其培育的金雷木将寄存于合伙人苏雪儿小姐的植物园展览，植物园近日客流火爆。又是陆景行，又是苏喜儿。何总，翡翠矿的事让集团股价连跌7天，董事会那边已经有人提议撤换您，如果再不想办法，你闭嘴！苏雪儿那个植物园现在有了金雷木，全国都在报道。如果我能娶她，植物园就是我何家的，正好补上翡翠矿的窟窿。何总，苏小姐跟陆景行走得很近，恐怕不会答应。她答不答应不重要，苏家那老两口早就想攀高枝，只要他们点头，苏雪儿不嫁也得嫁。那陆景行，他敢挡我的路，就得付出代价。
我要他身败名裂，亲眼看着我把苏雪儿娶进门。3件事：第一，让公关部发通稿，说何氏集团即将和苏家植物园达成战略合作，打造全国首个零脂主题度假区，把我的名字和苏雪儿的名字绑在一起。这苏家那边还没答应，所以才要逼他们答应。第二，联系老苏总，说我明天登门拜访，谈联姻的事。第三，陆景行那边给我查他建筑公司所有的合同，找出漏洞，找不到就制造一个。明白。舒阳啊，你能来，叔叔很高兴。翡翠矿的事儿我听说了，年轻人嘛，挫折是暂时的。叔叔说的对，所以我这次来是有事想跟您2位说。舒阳客气了，有什么事直说。我想娶雪儿。何总，我妹妹不是跟那个陆景行走得很近吗？人家可是全国冠军。苏小姐说笑了，陆景行不过是个暴发户，靠几盆杂草和邪门歪道骗了点名声。他那种人，给不了雪儿幸福，更给不了苏家未来。陆景行，就是那个搞建筑公司的。正是，叔叔。何氏集团虽然遇到点麻烦，但根基还在。只要和苏家联姻，2个集团合并资源，雪儿那个植物园加上我的文旅项目，就是全国独一份的零脂度假区。这，雪儿那边，阿姨，雪儿年轻，容易被花言巧语蒙混，但您2老看得清楚，陆景行那种人，今天能捧他，明天就能踩他。只有我，是真心想给雪儿一个安稳的未来。你的提议，我们考虑考虑。叔叔，阿姨，我等你们的消息，不过最好快一点，因为我听说陆景行最近惹上了点麻烦，恐怕自身难保。如果牵连了雪儿就不好了。何总，查到了，陆景行那个建筑公司叫陆氏开发集团，上个月刚盘下一栋5星写字楼当总部，账上现金流至少2个亿。2个亿？他一个破产的小老板，哪儿来的2个亿？据说是唐总、赵总那帮人投的。另外，他那个合伙人阿杰之前在建筑行业干了10年，手上有一批老客户。既然他们账上资金充裕，应聘资金我们占不到便宜，那就换个打法，让他有钱也拿不出。陆氏上个月优化了12个员工，对吧？是，正常的人事调整 ，N+1都赔完了。正常，在我这儿就没有正常的事。联系这12个人，就说何氏旗下有家公司愿意给他们做离职权益评估，免费的。何总，他们都是自愿签的离职协议。自愿？把这个视频给他们看。再配上文案，陆氏集团暴力裁员，员工维权无门，不用我们伪造。这段监控是真的，情绪也是真的。我们要做的，只是帮他们合理质疑。陆总，网上出事了。这他妈，上个月就优化了12个人，还是正常业务调整，怎么就成了大规模裁员？更麻烦的是这个，突然就被叫去谈话，让当天办手续，感觉特别寒心。他不是拿了 N+1还请大家吃饭吗？何书瑶终于忍不住动手了。陈浩，把上个月人事优化的完整记录、补偿金发放流水、离职协议签字版全部调出来。阿杰，去查这些文章和视频背后是谁在统一推流。陆总，3家供应商看到新闻，要求提前结清货款，否则断供。还有2家合作方要重新审核我们的资金资质。何书阳想从资金链上掐死我们。陈浩，联系银行出具一份资信证明。阿杰，去查那个供应商老王，他去年那20万尾款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老陆，我这就去。记住，所有调查走正规渠道，该请律师请律师，不要私下接触。陆总，查到了，这些文章背后是同一家 MC 机构在推流，而这家 MCN 上个月收到了何氏旗下广告公司的一笔业务款，80万。还有那个供应商老王，
他的律师是何氏的法律顾问介绍的，诉状费有人帮他垫付。陆总，这些文章用了大量疑似、据了解或存在这样的模糊表述，直接告诽谤，举证难度大。但他们资助前员工发起劳动仲裁，并借此炒作，涉嫌不正当竞争。前员工那边呢？小李后来私下跟我说，有个自称职业规划师的人加他微信，说可以帮他争取更多权益，还给了他5000块钱咨询费，条件就是接受那个采访。何书阳的手段升级了，他不伪造，他利用真实的离职、真实的合同纠纷、真实的情绪，拼出一幅假的图景。陆总，不好了，合作方恒远资本刚发函，说要暂停下一轮投资，等舆情平息后再评估。林律师，准备材料，我们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不正当竞争投诉。陈浩，联系所有合作方，明天下午陆氏集团召开线上投资者说明会。老陆，要不要我也找几个自媒体，把何书阳的黑料抖出去？不用，他玩阴的，我们走明的。记住，谁先泼脏水，谁就输了格局。小李，这是你的补偿金发放记录，银行盖章 N+1，一分不少，上周一到账。你拿那5000块咨询费的时候，想过这会害得公司股价跌3个点吗？杰哥，我也是一时糊涂，那个规划师说只是分享一下真实感受，不违法。真实感受？你当时签离职协议是不是自愿的？是不是笑着请大家吃饭的？是。小李，但明天资者说明会，如果你愿意，把真相快说出来。杰哥，我愿意。陆总，那个供应商老王的案子我查到了，去年那20万尾款是因为他的材料批次不合格，按合同本来就该扣质保金，老王自己也知道理亏，但他在视频里只说账款难收，没说质量问题。这种选择性陈述配合推流炒作，已经构成商业诋毁。还有那个小李，他把和职业规划师的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全部发给我了，对方微信绑定的手机号实名认证是周明。陈浩，把老王那份材料质检报告、扣款依据以及他知情签字的记录全部整理出来。林律师，申请对何氏旗下那家 MC 的财务流水进行证据保全。陆总，银行资信证明出来了。另外，恒远资本回函说愿意先参加明天的说明会。何书阳想让我乱阵绩，我偏要让他看看什么叫身正不怕影子斜。老陆，明天说明会要不要让小李也出镜？让他自己决定。但如果他愿意来，让他穿自己的衣服，不要穿工服，不要化妆，就说自己想说的。我们不是演戏。投资者说明会，陆景行想靠一张嘴翻盘。何总，市场监管部门那边好像真的开始调我们的 MCN 公司账目了。怕什么？账目都是正规的广告业务，那些文章里有哪一句是假话？但是资助小李那5000块，还有老王的律师费，那是个人之间的经济往来，跟何氏有什么关系？把周明那个微信号的实名信息尽快处理干净。陆景行想走法律程序，那就让他走。法律程序慢得很，等结果出来，陆氏的项目早就黄了。各位投资者、合作伙伴，欢迎参加陆氏集团说明会。最近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关于陆氏的不实信息，我们不想用谣言2个字简单概括，所以今天我们选择用证据说话。这是上个月岗位优化的完整名单，共12人，全部是业务线正常调整。这是 N+1 补偿金发放流水，银行盖章，12人无一扣漏。网络上流传的视频摘取了前3秒，但完整的真相是，这位员工当天是舍不得同事，而情绪激动，最后他自愿签字，并拿到了足额补偿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李。那个视频是被剪辑过的，有人给我5000块钱，让我配合拍采访，只截我说寒心的部分。我向大家道歉，也向陆总道歉。小李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了完整证据。我不评价他个人的选择，但我要强调的是，陆氏集团尊重每一位员工的合法权益，也尊重事实。至于供应商的爆料，这是第三方质检报告，材料不合格率超17%，按合同扣除质保金。老王本人当时签字确认，如今却选择性陈述相关证据，
我们已经提交监管部门。陆氏集团已经正式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，何氏集团涉嫌商业诋毁和不正当竞争，所有证据均经过公证，我们等待法律的公正裁决。商业竞争应当凭实力、凭产品，而不是靠剪辑视频、资助爆料、选择性陈述来打击对手。我想请问何书阳先生，用这种手段赢来的市场，晚上睡得踏实吗？你这个废物！何总，市场监管部门的人刚到楼下，说要调取 MCN 公司的广告业务合同，还有恒远资本刚刚发声明。闭嘴！立刻把那个 MCN 的法人换掉，所有合同重新做。陆总，调查结果出来了，何氏旗下 MCN 公司涉嫌不正当竞争。另外，周明那个微信号虽然实名换了，但转账记录还在。监管部门建议我们同时提起民事诉讼，要求何氏停止侵害，消除影响，赔偿损失。这个何书阳太阴了，不直接造假，而是利用真人真事断章取义。正因为是真事，才更隐蔽。但也正因为是真事，只要我们拿出完整的证据，他的局就不攻自破。林律师，准备起诉材料。陈浩，把小李和老王的完整证据链再核对一遍，确保没有漏洞。是。阿杰，联系媒体，发一份声明，陆氏集团坚决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。老陆，这次一定要让他翻不了身，法律会给他应得的结局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相信法律。陆景行，我跟你没完！何总，监管部门要罚款，还有媒体在挖我们之前项目的旧案，股价还在跌。闭嘴！滚出去！给我找最好的律师！老陆，何书阳车这次栽了，全网都在支持我们，合作方也在重新谈条件。没那么简单，何书阳不会善罢甘休。陆总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他既然喜欢玩阴的，那我就陪他玩到底。陈浩，去查何氏集团最近的所有项目，尤其是跟政府有关的，我要找他的软肋。老陆，你要反击？是他先动的手，我只是让他明白，不是只有他何书阳会算计。陆总，查到了，何氏集团在古镇开发工程里，为了压成本，大量偷工减料，混凝土标号降低30%，环保涂料用劣质工业漆冒充进口货，还拖欠农民工工资半年没结。他自己的工程有问题，对，更阴的是，他准备把同一批以次充好的材料偷偷转运到我们的工地。证据在哪儿？城郊废弃物流库里面有真实的采购黑账、施工记录，还有他威胁工人不准讨薪的录音，但看守很严。位置发我，我亲自去。一次充好，还想嫁祸给我们陆氏？有外人！小子，敢来何家的地盘？何家的地盘，这些都是以次冲缴的材料，如果出事了，后果很严重。哼，那又怎样？小子，你既然多管闲事，今天就别走出去了。上！回去告诉何书阳，这些证据我拿走了。他要是想赎回去，就自己来见我。对了，我姓陆。
这是环保涂料，怎么气味这么刺鼻？何书阳用劣质工业漆冒充进口环保涂料，混凝土标号也降低30%。更狠的是，他准备把同一批材料偷偷运进我们的工地，陷害我们。他怎么能这样？古镇里还住着老人，房子要是出问题会塌的。阿杰还得替他背黑锅。我已经拍了视频，拿了账本、录音和样品，但光靠这些还不够扳倒何家。你是想联合行业专家、第三方机构还有媒体，公开举报何氏文旅偷工减料、拖欠工资、陷害同行？你是博物园负责人，认识的人多，帮我牵线。我认识植物保护协会的周会长，还有几家主流媒体的记者，我这就联系他们。不急，这些证据先让律师确认没有漏洞，整理成完整的证据链，再一击致命。景行，你一个人去那种地方太危险了。何书阳这个小人阴招太多，不把他连根拔起，我们和阿杰都没有安生日子过。何总，不好了，城郊仓库被查，看守的人说陆景行单枪匹马闯进去，把证据全拿走了。什么？4个人看不住一个陆景行？看守的人说他打架很厉害，那么多人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哼，一群废物！他手里有什么证据？视频、账本、录音，还有劣质材料的样品。据说他已经联系了行业专家和几家主流媒体，准备明天一早全网曝光。完了，偷工减料、拖欠工资、陷害同行，这些事一旦被曝光，何氏文旅会被查封，我也得进去。不能就这样认输。他陆景行有证据，我就让他交不出来。何总，您是要……苏雪儿是植物园项目的负责人，也是他的软肋。既然他为了苏雪儿跟我作对，那我就从苏雪儿下手，让他身败名裂，看陆景行还能不能沉得住气。何总，您的意思是？明天一早全网发通告，网红植物园使用违规农药，再找几个水军，把苏雪儿的项目照片断章取义发出去。我要让苏雪儿明天一睁眼就成了行业里的过街老鼠。你们是谁？苏小姐，看看这个。这是造谣，我们的农药都有正规采购记录。苏小姐，这些文章明天一早会出现在全网头条。何总请您去集团总部一趟，当面谈谈澄清的事。我不去。苏小姐，您如果不去，明天的报道一出，你的植物园就全完了。老陆，何书阳这个卑鄙小人，我带人直接去他公司。不急，何书阳要的是证据，雪儿暂时安全。陆总，我们找行业协会出面。找行业协会会惊动何书阳，他如果狗急跳墙，提前放出报道，雪儿和植物园就真完了。何书阳在何氏集团总部28楼会议室。你怎么知道？阿杰，你带安保团队从地下车库迂回，不要打草惊蛇。陈浩，联系媒体，10点半准时到何氏集团楼下。这一次，我必须要让何书阳受到惩罚。老陆，你一个人去不行吧？不，只有我一个人去，他才敢露面。雪儿，委屈你了。何书阳，你疯了！造谣重伤、操纵媒体，这是犯法的。雪儿，你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那个陆景行，非要跟我作对。何书阳，我来了，撤销报道。景行，陆景行果然有种，敢一个人来就不怕走不出去。如果我不能安全走出去，硬盘里的证据会被我的人发送到全网，你何家3代的积累就会一夜归零。威胁我，把硬盘给我扔过来！先撤销报道。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？扔过来，否则我一声令下，这篇报道就会同步到30个平台。苏雪儿这辈子都别想在这一行混了。视频单据、资金流向果然齐全。没了，
全没了！哈哈哈哈哈！你输了。那个硬盘是备份，原件在3个不同的地方。你毁了这个，还有下一个。你耍我？那我就让你看着他是怎么被你害死的。发布！你别过来啊！何舒扬，你输了。陆景行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是你惹不起的人。老陆，我们到了。何先生，请问您涉嫌造谣、重伤、操纵媒体、商业陷害，有什么想说的？陆先生，您是如何独自救出苏小姐的？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不会缺席。景行，你额头上的光，那些藤蔓，吓到了？没有，只是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陆苏景行，也是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人。爸，何舒扬的事我解决了，祖宅和古镇都保住了，你应该可以安心了。景行无孙，我陆家世代守护麒麟血脉，每一代继承人30岁前需回归祖宅，以主牌位为引，唤醒完整血脉。若逾期不归，麒麟之力永沉地底。你父陆明远25岁觉醒血脉，察觉何家觊觎祖宅地底矿脉，暗中布局。他宁死守宅，英年早死。10年忌日前，他以残存之力托梦于你，只为让你续接传承。景行，守住祖宅。陆先生，合同今天必须签。何家出了3个亿，这破宅子卖给他们，你后半辈子荣华富贵。休想！陆氏祖宅绝不能毁在你们的手里！疯子，给我砸！景行，守护陆家的重任只能交给你了。爸等你回来。爸，我明白了，您让我回来不只是继承血脉，更是继承责任。陆家守的不是力量，是这片土地。何家想毁宅采矿，我偏要让祖宅永存。陆先生，您说的是真的？古镇不拆了，还要投钱修？不拆了，陆氏古镇全部古民居，我出资修复，保持原貌、原材、原工艺。真的，我家那3间老屋漏雨漏了10年，终于能修了。陆先生，您图什么啊？开发商给的钱够您买10栋别墅了。图给古镇再带来几10年的清静和安宁。这是长期保护协议，古镇全部土地、房屋，陆氏开发集团出资修复，居民永久居住，不收租金，不迁户口。唯一的条件，古民居不得私自改建、拆除、出售。陆先生，这等于您白花钱啊！不是白花钱，我要把陆氏古镇打造成传承型文旅项目，游客来看的不是仿工级建筑，是真真正正流传1000年的生活。陆先生，您是陆家后人，我们信你。签，我签。我也签。我也签。陆先生，算我一个。陆先生，我信您。爸，您看到了吗？祖宅守住了，古镇也守住了。陆总，这栋房子母结构腐朽严重，要不要换新材料？工期能快1半。不换，去找滇南本地的老木匠，用传统工艺榫卯结构，
一根钉子都不许用。陆先生，我这手艺是跟我爹学的，往上数5代都是给陆家修房子的。那就拜托老师傅了。陆先生，这样做的话，成本至少要翻3倍，这值得吗？翻10倍也照做。我要的不是快，是要这些房子再立1000年。陆先生，喝口茶。您真像我爷爷说的陆家老祖宗那样，会守护我们的古镇。茶不错。大爷，您爷爷还说过什么？说陆家祖宅里有神仙，保佑古镇风调雨顺。我原先不信，现在看您，我信了。这是灵泉，好浓郁的灵气，难怪古镇山林能长出风铃兰这种灵芝。甘甜，而且这灵气好像能改良土壤，滋养灵植。如果以这灵泉为核心，修建封闭式培育基地，引泉水灌溉，古镇周边所有珍稀植物都能批量培育。这是你从祖宅带回来的？祖宅地下有一条灵气矿脉，核心处有一眼灵泉，通向祖宅后院的井。这泉水能改良土壤，催生灵植。灵泉，古籍记载，灵泉千年一遇，是培育珍稀变异灵植的至宝。我只在文献里见过插图。我想以灵泉为核心，在古镇修建封闭式培育基地。分基地，把植物园的研究院分基地设在古镇，两地联动。我用植物园的设备和人才，你用灵泉的资源，培育出的灵植质量能翻几倍。跟我想的一样，这是祖宅后山的地形，灵泉洞穴就在这个位置。灵泉培育的变异灵植市场价值不可估量，批量生产后一株至少100万起步，而且我们可以申请专利，打造独一份的灵气培育品牌。品牌的事你负责，我只管2件事：灵泉不外流，祖宅不开发。明白。灵泉是核心机密，培育基地全封闭，进出严格管控，我亲自设计安保方案。景行，灵泉的事我听阿杰说了，这样，古镇灵芝基地的建设费用我全额出资，不占股份，只要未来优先采购权。老唐，你倒是会算账，灵泉培育的灵植一株100万，优先采购权等于白捡钱，哈哈，不是钱的事儿。当年你送我那株风铃莲，让我在老李、老赵面前长了脸，这份人情我得还。再说，我信你小子，投你比投我自己还稳。唐叔，优先采购权不行，灵植优先供应植物园和研究院，剩余部分按市场价公开拍卖。好，有魄力。那我投5000万，换未来3年的公开拍卖优先竞价权。成交。老陆，基地设计我来盯，全封闭，恒温恒湿，24小时监控，保证一只蚊子都飞不进去。另外，灵泉洞穴的入口，我建议做成生物识别石门，只有你的血脉能开启。从图纸到研究院建成，已经3个月了。阿杰盯的工期，1天时间也没耽误。喝过灵泉后，我竟然有了疗伤治愈的能力。短距离内还可以引动山川灵气入体，灵泉太宝贵了，绝对不能滥用。老陆，第一批灵泉灌溉的幼苗长势比预期快3倍，根系已经扎穿培育盆了。景行，你这灵泉简直是植物界的核武器！专利已经提交了12项，包括金雷木变异培育法、灵泉土壤改良技术、火焰兰快速繁殖工艺。另外，
声学灵植的临床应用报告已经现交3家医学院审核。苏总、陆总，九叶剑草在灵泉滋养下，叶片硬度提升40%，金歌之声频率稳定，已经可以作为声学灵植商业化。声学灵植，这是全新品类，市场上没有竞品。量产难度，灵泉稀释100倍后，效果仍优于普通肥育液。按目前灵泉流量，月产500株没问题。参考金雷木拍卖价，九叶剑草首批定价80万，限量发售。太高了。高？灵泉是陆家祖脉，不是我个人的，首批定价20万，优先供应医学院和养老院，用于声波理疗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景行，当初你还想着赚钱翻身，变了。现在你总是想着怎么帮助别人。我现在明白，重要的不是积累多少财富，而是守住这片地，守住该守的人。陆总，这几天收到了30多份合作申请，有药企想买断灵泉培育技术，开价5个亿；有博物馆想长期租赁金雷木用于特展，还有10几家养老院想批量采购九叶剑草。老陆，灵泉的消息还是走漏了。灵泉的事儿是谁传出去的？不清楚。但盛源生物的人昨天联系我，出价2个亿，想买断灵泉3年的独家开采权。他们副总说这是友情价，希望陆总好好考虑。开采权？他们当灵泉是石油，回绝掉。灵泉不外流，这是底线。盛源生物背景很深，在江北商界根基很稳，他们想要的东西很少失手。那这一次就让他们失手一次。陆总，盛源生物的人又来了，说是想参观学习，但一直往核心培育区凑，还不停拍照。请他们到接待室。核心区域不对外，这是规矩。技术交流欢迎，但核心工艺涉及商业秘密，恕不开放。陆总，我们就是好奇，没别的意思。好奇可以理解，但规矩不能破。陈浩，送客。陆总，这是最近1周的访客记录。盛源生物的人来了3次，每次都是不同的名义，但问的问题都集中在灵泉水质和培育参数上。看来盛总对陆家的灵泉还真是念念不忘。加强核心区域管理，所有参观必须提前报备。核心数据仅限3人接触，灵泉是陆家的根基，不能有丝毫闪失。陆总，网上出现了一些质疑声音，有几篇文章说咱们的灵植功效缺乏权威认证，定价偏高。我查了一下，这些账号和盛源生物的市场部有互动记录，这是想搞乱咱们的口碑，方便他们压价收购。他们想要的是乱，越乱越方便他们低价入股。这种套路跟之前何书阳如出一辙。那咱们怎么办？清者自清，他们质疑，我们就用实力回应。陆景行呢？就说盛源生物的董事长盛天红来了，让他出来见我。盛先生，您有预约吗？哼，在江北，我盛天红见谁从来不需要预约。盛总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你就是陆景行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年轻，也更有主见。盛总请上楼，有事慢慢谈。 5个亿买你灵泉基地51%的股权，签完字，盛源失误给你当靠山。之前那些质疑声，我一句话就能帮你摆平。江北这潭水，不是你这种年轻人能独自趟的。灵泉不卖，股权更不卖。年轻人别太固执，我盛源生物看上的项目还没有谈不成的。你3天后，古镇广场有场灵芝品鉴会，敢不敢来现场看看？ 哈哈哈哈哈！品鉴会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几盆灵芝能变出什么花样。到时候我会带着几位行业专家亲自验证你的成色。3天后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资本。老陆，这人也太嚣张了，越嚣张的人摔得越狠。陈浩，把3天后的品鉴会布置得隆重一点，再去请几位有分量的医学界权威。 欢迎各位来到陆氏灵芝品鉴会。今天我们将现场验证灵芝的真实功效。验证之前，
我有话说。根据我方初步检测，陆氏灵植释放的声波频率严重异常，长期接触将导致人体神经紊乱、记忆力衰退。我们强烈建议立刻封存所有灵植。长期接会神经紊乱，由权威机构重新鉴定。胡说！我们的灵植经过华夏植物科学研究院和国家医学中心双重认证，完全无害。无害？空口无凭。陆景行，你敢不敢现场做人体实验？如果出了事，你负得起责吗？当然敢。不过为了公平起见，我请上来的这位体验者由盛总您亲自指定。好，周博士，你上去让陆总好好治疗一下，也让全场观众看看这灵植到底是神药还是毒药。周博士，请放松。我的顽固性偏头痛竟然不疼了！哈哈，周博士，你刚才还说有害，现在怎么自己先享受起来了？你这脸变得比翻书还快呀！盛总，您带来的专家好像不太靠谱。这是障眼法，是心理暗示。是不是障眼法？权威数据说了算。陈浩，这是国家医学中心出具的正式检测报告，证明9叶剑草声波对人体完全无害，且具有显著的神经修复和助眠功效。另外，盛总，这是盛元生物去年因3款保健品电磁辐射严重超标，被欧盟强制禁修的公告。您公司换了个包装，在国内继续卖，真以为没人知道？盛总，请问您对产品辐射超标有何解释？盛总，派人偷窃商业机密是真的吗？让开！都给我让开！盛元生物想吞并灵泉，先泼脏水，再低价收购，这种下作手段我并不在意。我陆景行把话放在这儿，这灵泉是古镇的根，谁也别想动。景行，盛元生物股价今天开盘直接跌停，董事会已经有人要求盛天红引咎辞职了。品鉴会之后，我们的灵植订单已经排到明年下半年了。贪婪的人终究会被自己的贪婪反噬。你又一次创造了奇迹。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。